明明觉醒了史上最强职业御龙师，却被同学嘲笑是最垃圾的职业。因为这个世界龙族不仅数量稀少，而龙更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生物，从来就没有被人类驯服过。可听闻此言，我却当场笑出了声。只因穿越后，我获得了万兽亲和系统，原本人类无比畏惧的强大龙族，我却能够随意契约。原来这是一个游戏与现实相结合的世界。每个人到达18岁都要参加转职仪式，但99%的人转职的都是毫无作用的生活类职业，战斗类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业。今天刚好是1年1度转职的日子，在觉醒广场上，随着老师刚刚宣布转职仪式开始，可没想到念到的第一个人，竟然就转职成了万中无一的战斗职业元素法师，这顿时就引来一众迷妹的欢呼羡慕声。因为只要成为战斗职业，那么就基本能和平凡的生活告别。可紧接着的2名学生却都转职成了生活类职业，其中觉醒出平底锅的同学更是一脸惊恐，这辈子注定只能做一个炸苦迷肠的厨师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校长念到我的名字，闻言我径直就朝着转职大阵走去。随着我将手放在觉醒台上，然而下一秒天空突然阴暗下来，紧接着无数头巨龙就凭空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看到这一幕的校长顿时就被惊掉下来，因为巨龙可是隐藏职业才会出现的异象，要是能够转职成最强的龙血战士和龙羽法师，那我就能成为龙国年轻一辈的最强者。想到这，校长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而随着天上龙影的消失，我的转职也终于结束。一旁的校长顿时激动地问我，转职的是龙血战士还是龙羽法师？可闻言我却一脸绝望地告诉他是御龙师。校长听到御龙师的一刻，顿时就犹如晴天霹雳，随后更是当众宣布这是他见过最垃圾的职业。原来御龙师虽然和龙血战士、龙羽法师并称3大最强隐藏职业，可龙族不仅数量稀少，想要驯服巨龙更是无异于痴人说梦。而一名没有龙的御龙师，不仅提升不了能力，甚至就连技能也无法解锁。想到这的我是一脸绝望，难道自己真的就只能成为庸碌无能的废材？就当我满脸绝望的回到教室时，突然我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：恭喜宿主觉醒最强御兽系统，触发挑战任务，1个月后高考成为市级以上高考状元，现为宿主发放对应的新手职业礼包。恭喜你获得龙蛋1枚，请宿主进入系统专属的仓库查看。见状，我瞬间明白是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刀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我在内心默念一声，眼前便浮现了一块信息面板。而在信息面板出现的瞬间，我瞬间一愣，只见1枚赤红色的龙蛋静静待在了仓库里，龙蛋的表面布满了金色纹路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凡物。在鉴定之眼这个通用技能下，这颗龙蛋的详细信息尽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。龙蛋 SSS 可对其使用御龙术驯化，驯化成功后，你将会获得一只赤炎圣龙的幼崽作为龙宠。赤炎圣龙幼崽最喜欢的食物是神火玉髓，驯化时若能将神火玉髓作为礼物，驯化成功率会大大提高。神火玉髓那可是 S 级的天才地宝，我怎么可能拥有？看到那信息，我脸色微微一滞，算了，先试试直接用御龙术驯化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我打定了主意，旋即整理好东西，满含笑容的离开了教室，这让其他同学感到十分的疑惑。秦凡这家伙转职成了御龙师这种职业，竟然还笑得出来。而我刚回到家，就见一群小孩向我扑来，原来这所谓的家是安宁市孤儿院。这时一位中年女人见到我后，立马喜笑颜开的问：转职了什么职业？是厨师吗？说话的正是一直在照顾孩子和我的阿妈。阿妈知道转职的重要性，但她却从来没有苛刻的要求过孩子们。很多从孤儿院走出去的孩子，其实都不是战斗职业，而是生活职业，反正不是厨师职业，这个是秘密，过几天告诉阿妈。我故意还保密了一下，之所以没有现在说，自然是怕阿妈多想。吃过了饭，我回到自己那简陋破败的小房间，便立马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了那颗 SSS 级的龙蛋。这颗龙蛋捧在手里时，甚至能感受到滚烫的温度，就连房间里都受到影响，变得燥热了不少。而且我甚至能感受到这颗龙蛋的呼吸频率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随后直接对着这颗龙蛋使用了自己所拥有的职业技御龙术，可接连几次都以失败告终，直到自己消耗完了蓝量，竟然都没办法将其驯服成功，成功概率也太低了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此刻从龙蛋中我竟然能感受到了里面那只龙崽子的骄横情绪，仿佛在说没有神火玉髓别想驯服本。我满脸犯难的挠了挠头，一开始愁没有龙，结果现在有龙蛋，却死活驯服不了。神火玉髓那种 S 级天才地宝，就算是把我卖了都买不着啊！似乎是感应到了我的困难，最强御兽系统的提示音忽然响起：恭喜宿主触发新手任务，请宿主前往幽灵山脉猎杀30头猫妖，奖励神火玉髓1瓶，20点自由属性点，时间限制3天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。当我看到了眼前弹出的系统任务，眼神狂喜，好家伙，刚需要神火玉髓系统就送过来了。当然现在还不能高兴太早，毕竟这可是要去斩杀30头猫妖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想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必须小心再小心才行。幽灵山脉位于安宁市的边缘处，里面不仅栖息着诸多怪物魔兽，同时也有无数珍稀材料蕴藏其中。平日里有无数冒险家组队去探索，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存在：冒险工会。很多转职者在高中或者大学毕业之后，如果没有前往前线战场，那么基本就是选择成为一名冒险者，然后在冒险工会里接取经由他人发布的任务，完成之后获得金钱道具或者是装备奖励。我咬咬牙下定了决心，没有神火玉髓，想要驯服这颗珍贵无比的龙蛋，那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而转职高考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念及于此，我穿上了学校统一发放的白品基础防具以及10级白品武器，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便离开了孤儿院，朝安宁市冒险工会所在方向奔去。当我来到了安宁市冒险工会大厅时，发现这里竟然热闹非凡。很快人群中有几个学生发出了惊异声，我转头一看，却发现竟是3个同班同学：卓峰、刘庆、苏柔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卓峰转职成了战士职业，看到我之后便是带着讥
讥讽的笑容走过来。刘庆转职成了法师，而苏柔的职业是牧师，这三人算是一个标配冒险小队，想赚点零花钱。我自然不可能回答说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。我记得你是御龙师吧？明明是个隐藏职业，结果却没想到那么废。卓峰哈哈一笑，对此刘庆也露出了笑容。苏柔没有看向我，也没有附和卓峰和刘庆，他只是用淡淡的目光扫视着四周。我听说过苏柔的背景，好像是富家大小姐。从他手中拿着的权杖上面镶嵌了3颗附魔水晶就足以可见，其权杖应该最少是10级的紫品武器。装备的品级从低到高分别是白匹、蓝匹、紫匹、金匹、灵器、圣物。凌驾于圣物之上的是神话级装备。别理这个家伙了，苏大小姐，您接什么任务？我俩必定助你完成。卓峰谄笑道。看得出来，这卓峰和刘庆应该是苏柔的舔狗。当然，这和我没有关系。随后抢了几个斩杀猫妖的材料任务，就走上了前往幽灵山脉的轻轨大巴。而这时，苏柔3人也走上了轻轨大巴，只不过他们后面却是跟着3个14级的壮汉。当轻轨来到了幽灵山脉入口时，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凌晨5点。从轻轨大巴中下来之后，我直接一头扎进了幽灵山脉的外围中。放心，有叔叔们在，这次任务随便完成。跟在苏柔后面的大汉们拍着胸脯哈哈大笑，这让苏柔皱眉不语。他本不想让这3个容貌丑陋的大汉加入队伍，但卓峰和刘庆这2个男生被对方恐吓2句就被吓得答应了下来。我其实很想提醒一下苏柔，那3个地痞壮汉最好不要与之组队，因为这类闲散冒险者心最脏手最狠罢了。反正那3个同学会怎么样，都和自己没关系。我并不是圣母。整理一下思绪之后，我便展开地图朝较为偏僻的区域摸过去。很快我就来到了一处小山谷，见到了本次新手任务的目标猫妖，站在某棵大树之上。我立刻用鉴定之眼这个通用技能扫向了那群猫妖怪物身上。怪物猫妖，等级11级，技能撕咬狂化，资质黑铁2星。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数量，大概有30-40只。倘若直接就这么冲杀进去，不用想死的一定是我。这个任务的难度已经是超出了普通学生能完成的范畴，即便是学校里的老师，在面对这么一群猫妖，应付的也会极其吃力。不过好在我早就已经有了计划，虽然御龙术无法驯服这群猫妖，但只要有万兽清和这个 SSS 级天赋，那么对付他们应该是手到擒来。但为了避免阴沟里翻船，我决定先拿一只猫妖试试。念及于此，我给自己施展了一道通用技能猫族，在3分钟内使自己的各种动作不会产生任何声响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技能被分为3大类：天赋技能、职业技能、通用技能。天赋技能顾名思义，由自身觉醒天赋延伸出的主动技能。职业技能这个不用解释，而所谓的通用技能就是所有职业都可以使用的技能，其中鉴定之眼就是最常见的通用技能了，每个转职者都拥有。猫族这个技能自然也是通用技能，不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学生都认为猫族这个技能没用，但在我眼里看来，这个技能是必点，不会浪费技能点。眼下施展了猫族的我，悄然无息的来到了一只落单的猫妖背后，随后万兽亲和天赋瞬间发动，原本在自顾自舔着爪子的猫妖，竟是直接露出了惊恐骇然的情绪，因为他恍若是感受到了一股王者的威压笼罩了他，没有任何犹豫，这只猫妖竟是转身对我膜拜了起来。万兽亲和施展之后可震慑万兽，同时会让被震慑的兽类目标发自内心的亲近崇拜自己，将自己当成他们的王。对等级不超过自己20级的龙族目标依旧有效，虽然自己无法驯服这只猫妖，但此刻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和驯服没什么区别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我直接将手中的新手长剑捅进了这只猫妖的脑袋，随后我又开始慢慢的尝试一次性震慑2只、3只乃至于4只猫妖，后续竟然都非常完美成功了。不浪费时间了，一口气干完。已经斩杀了半数猫妖的我直接就跳到了小山谷中间，如此明目张胆的现身，仅剩10几只的猫妖顿时发出嘶鸣，就要举爪扑杀而来。然而万兽亲和再度触发，这10几只原本还满脸狰狞杀意的猫妖，此刻瞬间朝我虔诚而又敬畏的匍匐跪下，手起刀落。这10几只猫妖干净利落的死在了我的新手长剑下，而只有50点耐久的新手长剑，此刻仅剩8点耐久，斩杀了42只猫妖的我，获得了420点经验，等级竟然也提升到了11级。当然这些都不是我最关心的，我最关心的是此刻系统的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的第1阶段，恭喜你获得了神火玉髓1瓶，获得了20点自由属性点。现在发布新手任务第2阶段，请宿主成功驯服赤炎圣龙的幼崽，奖励3本 B 级职业技能书，时间限制24小时。此刻的我深呼一口气，平复了自己的内心，现在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，就看这神火玉髓是不是真的能提高驯服成功率了。我之所以如此想转职成战斗之一，无非就是想守护那个破旧的孤儿院。虽然阿妈没告诉我，但我却早就已经知道，原本资助孤儿院的金主已经离世了2年，那位金主的儿女不愿再投钱给这个孤儿院，这2年时间一直都是阿妈一人偷偷打3份工才勉强维持下来。再这样下去，阿妈的身体迟早会垮，没了阿妈的庇护，孤儿院的孩子们到时候更加凄惨。所以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从系统仓库中拿出了那枚依旧散发着滚烫热浪的龙蛋，随后再拿出了那瓶神火玉髓，轻轻打开了瓶塞，一股精纯到极致的火元素气息便是迎面扑来。那一股股热浪竟是连周围的火元素都吸引汇聚了过来。不愧是 S 级天才地宝神火玉髓，在神火玉髓的精纯气息扩散出来的瞬间，那颗尚未孵化的龙蛋竟然兴奋地蹦跶了2下，似乎在表达着浓浓的垂涎之意。想喝吗？乖乖被我驯服，我就给你喝。我笑眯眯地将神火玉髓放到了一边，随后捧起这颗不停摇晃，仿佛表达着傲娇情绪的龙蛋，轻声道：放心，驯服之后，这瓶神火玉髓全部都给你。话音一落，原本躁动的龙蛋忽然安静了下来，我也终于是再度开始对着这颗龙蛋使用出了唯一的御龙术。恭喜你驯服成功，竟然一次就成功了。看来这小龙崽
仔肯定是一个吃货。下一秒龙蛋破碎，只见一只长相可爱娇憨的小龙仔伸出龙爪，抓着神火遇水的瓶子仰头喝着。我也开始仔细打量起自己手中的龙仔，它全身龙鳞皆是赤红之色，明明它的体型如猫一般娇小可爱，但其四肢挪动之间所扩散出的力量波动，连身为主人的我都感到头皮发麻。都不用鉴定之眼这个技能，我仅只是心念一动，关于小龙仔的详细信息便是彻底浮现在了眼前。龙宠赤炎圣龙无尽火种，性别雌性，等级1级，所拥有技能 S 级火之豁免被动技能，可免疫100%的火属性伤害。S 级炎之吐息，向前喷吐出火焰龙息，对面前一定范围的所有敌人造成巨大的火属性伤害。S 级神火鳞甲被动技能，龙族的龙鳞就是最强的防具，所有攻击在被龙鳞阻挡时威力降低70%。1级毁灭炎爪，龙爪燃烧起熊熊火焰向前凶猛挥击，对身前扇形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伤害，简直是太恐怖了。这高破天际的4维属性是什么鬼？还有自带的4个技能类，竟然有3个是 S 级，1个是 A 级。要知道在这个资源本就匮乏的世界，别说是 A 级技能书了，就算是 C 级技能书都异常珍贵。如果把一本 C 级技能书放到市面去卖，最少1000万龙币。关键是你想买还没有，可人家龙族才刚刚出生，就自带4个超强技能，难怪龙族高高在上，难怪至今为止都没有任何御兽师能成功驯服高级龙族。回想起之前转职仪式时，那些同学对自己的嘲笑和幸灾乐祸，现在的我就是忍不住冷笑，什么最弱职业，老子现在是最强职业。然而还不等我兴奋2秒，殊不知我已经被一群15级的牛头怪盯上。